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刚从游轮旅行回来，这次乘坐的是公主游轮的蓝宝石公主号。这个是官网的行程单，从美国阿拉斯加的惠蒂尔港口出发，全程8天7夜，途经阿拉斯加的冰川湾和几个城市，最终抵达加拿大温哥华。在 Vlog 之前，我们先分享一下这次旅行的感受。那么我们开始吧。好了，趁现在吃午饭的时间，我们聊一下对这趟游轮旅行的感受。首先聊吃的部分吧，由菜来作为我们的代表。首先它主餐厅很多，然后主餐厅它每天的菜都是有就是每天晚上有不同的主题，意大利啊、德国啊，然后什么阿拉斯加，每天主题不一样，然后它主菜也会不一样。然后我印象尤深的是好几个菜，就是小牛肉那个 veal， 然后还有那个牛排，还有烤那个比目鱼，就是都很精致，就不是说随随便便给你糊弄一下你的那种菜。如果是这个 Horizon 餐厅就是自助餐的话，它每天菜也是不一样的，基本上没有见过重的菜。食材有重的，但是菜基本不会重。海鲜吃的很多，就是我们这一路来竟然吃了很多的三文鱼，无论是生的熟的 smoky salmon， 除了鱼以外，除了三文鱼以外，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鱼，像 halibut， rockfish， 然后各种各样的鱼都有。然后海鲜的话，除了鱼以外，有这个鱿鱼圈，天天都会有，然后有青口啊。然后昨天我们中午吃了一个海鲜大杂烩，里面竟然有 jumbo scallop， 就很大很大那种 scallop， 有虾，有各种，反正就是我觉得吃的还不错。然后如果除了海鲜以外的话，它也有烤羊肉啊、烤羊腿肉啊、烤鸡肉啊、牛肉啊、炖牛肉啊，就是它一种原材料，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。就是海鲜它除了炖以外，它有 Italian sauce 啊，什么白酒啊。然后会做到 pasta 里面的，然后也会变成沙拉，反正种类非常丰富，吃的我觉得还不错。那你再点评一下路上的风景吧，就是这趟游轮它也是它比较核心的一个东西。因为如果是去加勒比航线的话，大家就看一下海，这边阿拉斯加就是能看雪山，风景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体验。风景的话，我觉得我们这一趟绝对是 The luck is on us。 据说斯凯威是连续3个月没有出过太阳，而且我们在斯凯威和朱诺都是巨大，就是超级大晴天，对，甚至晒得头顶有点脑壳有点疼，就是蓝天白云非常好看。而且船上人也一直说我们就是非常 lucky 的一艘船，因为前面那艘船又湿又冷又 foggy， 就很多 view 都看不见。你想一下，如果你在峡湾里面全是大雾的话，各种雪山冰川什么你根本看不见，而且你也不想在甲板上停留很久，所以你拍出来不好看，然后又冷又湿，反正就体验不会好。对，我们第一天基本上就是阴雨天嘛，拍的照都雾蒙蒙的。就现在我们看到第一天照片，都想把它删了。就是要是我整程都是那种照片，我估计整个人的心情就跟那个天气一样。然后风景的话，我觉得精华是 Harbor Bay 的那个 glacier， 可能因为当时就是下很大雨嘛，我们没有靠特别近，就是用相机放大来3倍5倍能看见那个冰墙，但是没有靠特别近，而且那天下大雨，风很大，又湿，所以就体验一般般。但是第2天去的那个 Glacier Bay National Park， 一开始是进入那个 National Park 的时候还是下雨，但是越进去里面天气越来越好了。再到那个冰川前大概半小时1小时左右，天开始超级无敌放晴，蓝天白云，然后从那开始一直到今天天气都是非常好，没下过雨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船员都会跟我们说，就是我们这些船员是非常非常 lucky 的，就是因为主要是这几个城市这几个地方，就是可能从这个季度开始吧，就这条航线今年恢复以来就一直都会下雨的，所以我们这一船是非常非常幸运，看到非常非常好的景色。而且我觉得金华朱诺是精华，那个冰川
然后国家公园是金华，就真的很震撼，而且靠得非常的近。就我觉得跟冰岛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，冰岛我们在1号公路上沿途看到很多漂亮的东西，但是我们会觉得那个景离我们很远，但是坐游轮的话，感觉那个景就是可能离我们就几百米，就非常就触手可及的那种近度，非常非常近。还有我觉得 Catch Chicken 就是今天这一场就比较无聊的，因为没什么好看的，就是一条什么三文鱼溪，主要是没有三文鱼。好了，说完了优点，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说一下缺点了，当然是我个人的意见。首先就是娱乐设施方面，因为这一艘船是一个00几年的船，它整体的船比较小，然后船上大概是2000多名乘客，1000多名乘务员，所以它的这个大小决定了它不会有太大的娱乐设施的空间。然后其次是因为它的定位和皇家加勒比不一样，就比如说皇家加勒比会有各种滑水道呀，然后甚至蹦蹦车，还有很多户外攀岩等等冲浪之类的项目，但是公主号就不会有。公主号就是我这次的经验来看，我们船上可能80%都是老年人，所以说整体的风格就会觉得，比如说剧院的音乐剧啊，经常都主打是复古的风格，然后在餐厅播的音乐也是，然后整体的娱乐项目的话，就如果我打开那个 app， 乍一看有挺多的，我再会放在屏幕上给大家看一下，但是仔细看来会发现都是些什么东西呢？有那种现场音乐演奏，然后或者是一些运动类的就不说了，然后别的就是有很多有奖问答呀、信息分享啊，告诉你比如说什么健康生活方式，然后抗老等等知识分享的讲座，就是怎么说呢，也不是不行吧，但是就是我看下来会觉得这一整天的这个 schedule 里面，我真的没有特别多想去的，就不会像之前坐皇家加勒比的游轮是每天都觉得哇，第二天我要玩好多东西，我也很开心，这一点就要差一些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app 的设计，就是我觉得它的在餐厅方面的设计是非常分散的，比如说我可以直接看到我现在可以订哪些餐厅，它是一个告诉你哪些餐厅可以订，然后呢它会会告诉你在地图上有哪些餐厅，但实际上也许我就想知道我现在能去哪个餐厅，就是哪个餐厅现在是开门的，就不明显。它会在每天会给你发一份类似于报纸一样东西，会告诉你第二天的活动，然后餐厅的运营时间，它会在纸质的形式上非常清晰的告诉你，但是反而在 app 上是没有的。再说一下服务方面的评价，整体都非常好，然后他们的员工在路上见到你会跟你打招呼，然后餐厅也是会来，就算是自助餐也会来问你要不要喝东西，然后帮你收盘这些的。而且他们的客房服务一天会去2次，就是早上就是正常的一次，下午是会把窗帘给你拉上，然后把枕头给你放平，就是让你可以准备好睡觉。我觉得这个还挺细的。好的，那么这期点评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然后我们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去继续看我们接下来的 vlog， 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还有这样，拜拜。